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才播5集收視率破 2.7， 趙麗穎令觀眾成功入坑，年代劇又出黑馬。央視開年黑馬《小城大事》收視破 2.7， 趙麗穎、黃曉明演繹80年代基層幹部從貪圖建成的創業傳奇，輕喜劇手法打破正劇沉悶，秀暖屏，搖把電話勾起年代記憶，實力派群像飆戲讓人越看越上頭，爭吵與競選兩場戲已讓觀眾體會到了滿滿的活人感。每一年的年初，國產劇市場都會抬上來一部重量級的年代劇，用來領跑收視率，狠狠收割流量熱度。那麼2026年的最有希望成為爆款的年代題材，究竟是哪一部作品呢？其中楊紫、胡歌領銜主演的《生命樹》以環保為內核，取材三江源盜獵案件，故事設定跟以往的年代劇有所不同，讓觀眾忍不住好奇起來。還有白宇、張若楠合作出演的《冬去春來》，聚焦90年代北京青年的奮鬥歷程，同樣是年代味十足，能夠勾起許多觀眾的青春記憶。不過，距離上述2部劇播出還有一段時間，而眼下央視拿出來另一部新作率先引爆市場，它就是《小城大事》，原名《造城者》，僅播出5集，收視率就輕鬆突破 2.7， 果然是奔着爆款而來。那麼這部黑馬之作到底好看在哪裡呢？01對抗路幹部，全員喜劇人。小城大事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初，平川縣為了發展特意設立粵海鎮，新任鎮長李秋平、趙麗穎氏和基層幹部鄭德成、黃曉明氏等人在崗位上盡職盡責，並且率領農民們憑借雙手在灘塗之上建設了一座現代化城市的故事。年代創業劇受眾群體其實不如年代情感劇多，很多作品因為內容太嚴肅無趣，勸退了不少觀眾。但這部新劇能夠在故事中融入喜劇的元素，可以大大提高劇情的可看性，同時也用2場戲就讓人入坑了。第1場戲，爭吵。見過基層幹部調解群眾矛盾的，沒見過基層幹部上來就吵架的，這是什麼情況？起因是粵海鎮想要建設發展，可上級沒有撥1分錢，而為了調動幹部積極性，縣委決定讓有想法的人自願報名。鄭德成本來信心滿滿，結果事情一多就錯過了報名時間，恰好他的報名表被來遲的李秋平撿到，兩人還是挺有緣分的，就是性格合不來，一個太講原則，一個太過圓滑，因為報名的事情就大吵一架，以後還怎麼共同工作？可就是這麼真實的對手戲，讓觀眾體會到了滿滿的活人感，看得出導演不想拍假大空的故事，能夠讓人物落在實地上，光是這一點就讓人忍不住繼續看下去。第2場戲，競選。雖然沒按照規矩上交報名表，但鄭德成的工作能力還是得到領導的認可，同意讓他參與鎮長的競選。而這場戲也是拍得格外精彩，每個角色都展現出了極為鮮明的個人特點。蔡剛是老幹部，思想封建保守，演講中規中矩，還緊張得直冒汗，太真實了。李秋平曾出國留學過，對城市建設想法大膽前衛，但也讓人覺得實施性不足，有點紙上談兵了。至於鄭德成，在基層工作多年，懂得站在百姓角度思考問題，演講最接地氣。看到這裡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其實這些對抗路幹部根本不需要單幹，合作才是最能發揮出他們能力的方式。可以說，這部年代劇拍攝手法巧妙，用輕喜劇敘事打破觀眾對正劇的刻板印象，人物塑造鮮明立體，還能抓住職場煙火氣。當然，這部劇裡出現的秀暖屏、搖把電話等老物件也讓人一下子回到了80年代，真是越看越上頭。
02事後影帝坐鎮，演技更出彩。除了劇情有嚼勁，這部劇的陣容也不容小覷，清一色的演技派，同台飆戲太精彩。第一位，趙麗穎，手握飛天、金鷹2大視後獎項的趙麗穎，早就不是印象中的85流量花了。像這類年代題材，也不是她第一次去挑戰，只是李秋萍這個角色跟趙麗穎以往塑造的人物有所不同。短髮造型相當幹練精神，眼神堅定沉穩，別看身材嬌小，卻給人一種踏實又可靠的感覺。這個幹部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。印象最深的一場戲就是他在演講的時候，眼睛裡仿佛有光，帶着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兒。難怪領導願意將建設城市的人物交給李秋萍。可見當演員能夠把劇情演得有說服力，就說明他的演技過關了。趙麗穎這個女1號實至名歸。第二位，黃曉明。其實對於她的演技，觀眾們都是心裡有數的，就怕黃曉明故意耍帥，給人油膩感。好在新劇中她飾演的鄭德成就是不修邊幅的幹部，造型很樸實，臉上還有鬍茬，根本沒有油膩霸總的味道。而且他能抓住角色生活化的一面，吃泡面被燙到嘴，蹲久了腿麻踉蹌，看不出任何表演痕跡，不愧是影帝級別的表演啊！看來黃曉明以後還是跟年代劇鎖死，路人緣早晚會回來的。第三位，朱媛媛。相信很多觀眾也是為了她來追劇的。在患病期間，朱媛媛依舊堅持拍戲，還塑造了一個充滿精氣神的角色高雪梅，讓人佩服不已。在這個人物身上，我們能感受到滿滿的生命力，笑容永遠燦爛自信，將年代女性的大方和瀟灑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希望後面的劇情還有她更多的戲份。第四位，陳明昊。這也是一位公認的實力派演員。陳明昊在劇中飾演副鎮長解春來，像這種職場老油條也是他表演的舒適圈，都不需要刻意炫技，一舉一動都在人物當中。他跟朱媛媛的對手戲也特別自然，看好演員同台飆戲對觀眾來說就是一種享受。除此之外，耿樂、於艾磊、張國強、劉薇薇等演員都是觀眾們的老熟人，有他們在，整部劇的群像就穩了。03結語。小城大事能夠被央視選中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整部劇都帶着積極向上的氛圍，年代細節到位，還能通過輕喜劇的方式消解正劇嚴肅死板的問題，可看性是有目共睹的。更重要的是全員實力派，演員與角色太適配了，每個人都像是活在鏡頭當中，將年代群像塑造得恰到好處。像這類年代劇是需要觀眾仔細品味的，通過劇情和角色感受到導演想要表達的內核，體會老一輩人的勵志精神。2. 破次元壁了。趙麗穎開通李秋萍鎮長熱線，全網排隊打電話。破次元壁了。趙麗穎帶着她的李秋萍鎮長從熒幕裡走出來了，直接給全網開通了一條鎮長熱線。1月11日，趙麗穎在社交平台發布了一條短視頻，畫面中她以熱播劇《小城大事》裡的基層幹部李秋萍的身份，對着鏡頭親切地說：“你好，這裡是李秋萍鎮長熱線。”雙引號，這一下可把網友給炸出來了。話題趙麗穎致電鎮長熱線閱讀量迅速破億，一場全民共創的狂歡就此開啟。大家紛紛模仿起鎮長熱線的句式，結合自己的生活進行二創。歡迎致電鎮長熱線，我是李秋萍的模板下出現了各種搞笑又接地氣的版本，更有粉絲創意十足，自制粵海鎮居民證，仿佛真的成了劇中的一員。連河北長城網等媒體賬號也加入互動，讓這條虛擬熱線變得無比真實。熱線爆火的背後，是一個闖進心裡的角色。這條熱線能瞬間接通大眾情緒，
根本原因在於趙麗穎飾演的李秋平鎮長實在太有魅力。劇中的李秋平可不是板着臉的幹部，而是個有着體制內反差萌的實幹家。他會因為打針太疼而捂臀暴走，放狠話把你們都開除，也會因為工作成果沒保存而崩潰，讓無數打工人在屏幕前狠狠共鳴。這種輕喜劇的演繹方式，消解了主旋律題材的沉重感，被觀眾稱為提神醒腦的電子紅棗。為了演活這位80年代帶領群眾白手起家、集資建成的女鎮長，趙麗穎的付出是毀容式的。她剪掉了留了5年的長髮，主動素顏、曬黑、增重10斤，在零下5度的泥坑裡拍戲不用替身，甚至有一場戲被高空落下的道具掙扎到發懵，她揉揉痛處就繼續拍攝。這份拼命讓角色從圖紙上的藍圖變成了有血有肉的靈魂。從被故事推着走到推動時代，她完成了自我的鏡像投射。有趣的是，這已是趙麗穎第2次飾演名叫李秋平的角色。17年前在鑼鼓巷裡，她是身不由己的配角；17年後在小城大事裡，她是掌控方向、創造歷史的造成者。這仿佛是她演員生涯的鏡像，從早期角色中的青澀被動，到如今主動挑選並駕馭厚重的現實主義題材，完成了從流量花旦到核心大女主的蜕變。串聯起幸福到萬家、風吹半夏，再到小城大事，趙麗穎已然構建了一個扎實的鄉土奮鬥女性3部曲。她們不依附愛情，專注於事業，用熱血和智慧書寫普通人的史詩。當她在劇中用方言說出“玉山開路，逢水架橋”時，那份鏗鏘之力早已穿越屏幕，擊中了當下每個正在為自己人生建成的普通人。所以，李秋平鎮長熱線接通的哪裡只是一條玩笑電話線，它接通的是觀眾對一個出色角色的喜愛，是對奮鬥精神的集體共鳴，更是對一位演員用10幾年時間踏實造成，最終贏得滿堂喝彩的由衷認可。這條熱線信號滿格，眼下該劇還在持續更新，只要劇情始終落在地上，相信收視率還有上升的空間。那麼對此你怎麼看？